第11章龙山对峙，没有言语。思夜与秦岚只是隔着满目疮痍的街道，静静地看着彼此。那一瞬间，凤丞相被按住了呼吸。风停了，人声散尽，连血水顺着石缝流动的声音都仿佛慢了半拍。围在四周的人，不论是护卫、杀手，还是躲在远处偷看的行人，都在不自觉地后退。他们知道，接下来发生的已经不是他们能插手的层次。秦岚的手稳稳握在刀柄上，那柄刀太沉了，沉到光是看着就让人心口发紧。宽厚的刀身上，细密的纹路一层层叠合，像龙鳞，又像山岩，被岁月反复打磨。刀未起势，压迫感却已经铺满整条街。龙鳞刀，他没有摆出起手势，只是往前踏了一步。下一瞬，刀起，没有试探，没有虚招，一刀自上而下，像山崩。空气被硬生生劈开，街道中央的碎石被震得跳起，又在刀势位置之前便被压碎。那不是速度快，而是力量太过集中，让人避无可避。撕夜抬剑，舞剑迎上，枪声音沉闷的不像金铁相击，更像是两座山第一次正面碰撞。撕夜的脚陷进了石板，碎裂的纹路以他为中心向外蔓延。他的手臂一沉，气血翻涌，却没有退。他硬接了，周围传来压抑不住的惊呼。这一刀换做任何一个人都该被劈成两段，可撕夜站住，舞剑微微震颤，剑身泛起一层极淡的光，像是在适应那股恐怖的重量。撕夜的呼吸沉稳，眼神却亮得惊人。秦岚眼底闪过一丝赞许，他没有停。第二刀横扫而来，这一刀更快，却更沉。撕夜紫剑出手，却不是攻，紫剑贴着舞剑的剑脊滑动，像一条影子缠上了主剑。那一瞬，舞剑的重量仿佛被重新分配，沉中多了一分流动。撕夜侧身，硬生生把横扫的刀势引偏。轰！街边一整排屋檐被震碎，瓦片如雨落下。撕夜反击，舞剑前送，没有花巧，只是一次，简单直接。可那一次之中，却蕴着刚刚承受下来的全部重量。秦岚瞳孔微缩，龙鳞刀立刻回挡，又是一声沉响。这一次，秦岚退了半步，只半步，可这半步已经足以让周围的人心中掀起惊涛。秦岚却笑了，那不是冷笑，也不是轻蔑，而是一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畅快。他再次踏前，刀势一转，如龙翻身。龙鳞刀在他手中完全不像一柄重刀，刀影翻飞，却没有一丝多余，每一次挥动都是最短最实的路径，是大力沉，却精准到令人心寒。撕夜被迫连连应接，每一次碰撞都是一次对气血对筋骨的考验，他的气势却在不断攀升，像山再长。舞剑的光芒越来越凝实，紫剑开始变了。它不再游离于外，而是一次次贴回舞剑，像水融入河流，引归于形。每一次贴合，舞剑的重量便多了一分深沉，也多了一分圆融。阴与阳开始真正重叠，众人看得发怔。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画面，一边是龙，翻江倒海，威势无双；一边是山，不动如月，却在一次次撞击中愈发厚重。龙鳞愈沉，舞剑愈沉，整条街都在他们的对撞中颤抖。秦岚的呼吸开始变重，不是疲累，是兴奋。他已经很久没有打得这样痛快了。自多年前遇到那个男人之后，他便再没有遇过能逼他全力出刀的对手。那些年，他站在高处，看着所有人仰望，久而久之，连刀都懒得拔。可现在不同，眼前这个男人正逼着他一刀一刀把自己逼回当年的状态。他的眼神越来越亮，招式也越来越狠。他开始主动压迫，不再只是对撞，而是一步一步把撕夜往街道中央逼去。那里地势最低，四周墙壁破碎，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。他要把这座山
逼到无路可退。司业感觉到了，他没有慌，他的心反而异常平静。每一次后退都是一次沉淀，舞剑在他手中越来越稳，子剑的存在感却越来越淡，不是消失，而是彻底融进了主剑之中。司业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子午从来不是两柄剑，而是一柄剑的两重状态。秦岚忽然停了一下，只是一下，他看着司业，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，惋惜，真正的惋惜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那声叹息在这片紧绷的战场上显得格外清楚，像是在为石魔送行。下一瞬，他的气势彻底变了，龙鳞刀被他双手握住，不再有任何变化，所有的力量，所有的气势都在这一刻开始收敛，不是散，是凝，凝到一点。周围的人只觉得胸口一闷，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压住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他们知道，这一刀若出便是结束。就在秦岚决心以下，杀招将出的那一刻，街角处忽然传来一个声音，不大，却极清楚：住手！那声音像一颗石子投入翻涌的气场之中，刹那间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被拉了过去。同一时间，不语的脑海里忽然掀起了一道声音，尘封已久却熟悉的让他心口发颤：雨儿，跑，快跑！那声音带着急切，带着恐惧，带着他已未早就遗忘的温度。他的脸色瞬间苍白，而战场中央，秦岚的刀已经起势，司业的剑正要迎上。千钧一发，那一声驻手让整个凤城的命运在这一瞬间产生了偏移。第12章，锦衣临城。那声驻手像是一道铁令，不是因为音量，而是因为气。来人站在街角，没有踏前一步，却已经让整条街的空气沉了下来。一身暗色劲装，线条利落，衣料却极为讲究，暗纹隐约浮动，在晨光下不张扬，却压得住场。那不是江湖客会穿的衣服，却又比官服更贴身，更利于行动。劲装将他的身形衬得格外伟岸，肩背笔直，站姿如枪。更让人在意的却是他的脸，没有怒色，却不容置疑；没有杀气，却让人不敢动。那是一种久居高位，长人生死后自然而然沉淀下来的威势，只一人便镇住了全场。四周原本躁动的气息，像被人一把按进水里，连涟漪都不敢再起。锦衣卫不知是谁，低低吸了一口气，那3个字像是被人从喉咙里挤出来的，带着本能的畏惧。锦衣卫这3个字在凤城意味着什么？没有人不知道。那不是普通的官差，也不是地方衙役，那是直属天子，只听一道圣旨行事的存在。江湖不敢惹，官府不愿碰，连城主府都得给3分颜面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种地方，这种层级的事情，竟然会引来锦衣卫。司业也愣了一下，不是因为那一声锦衣卫，而是因为那股气场，让他瞬间意识到，事情已经彻底超出了原本的预期。可他只愣了一瞬，下一刻，他猛地转头看向身后，不语。他不知何时已经站不住了，脸色苍白的吓人，嘴唇毫无血色，整个人像是被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冷汗一层一层的往外冒。他的身体在发抖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某种更深层的颤栗。司业心头一紧，他一步上前，顾不得周围还站着多少人，伸手将他接住。不语。他的声音很低，却压得很稳。他没有回应，眼睛紧闭，眉头却微微皱着，像是陷在什么无法挣脱的梦里。那不是单纯的昏厥，更像是被什么记忆拖了进去。司业的手收紧了些，他向来不怕危险，不怕死局，可这一刻却有一种久违的焦躁从心底冒出来。不语。他又唤了一声，他没有摇他，只是用极轻的力道把他抱稳，让他靠在自己胸前。就在这时，那名锦衣卫终于动了，他缓缓踏前，每一步都不快，
却让人下意识后退。站在街道中央的那些人，无论方才多么凶悍，此刻都自动让开了一条路。那不是命令，是本能。他走到战场中央，位置恰到好处，不前不后，却隐隐将思夜与不语护在身后。他只回头看了两人一眼，那一眼很短，短到思夜甚至来不及从那目光里分辨出更多情绪。随后他便转回身，目光落在秦岚身上。秦岚，他的声音不高，却清楚地传遍整条街。秦岚的眉头急不可察地动了一下。风指挥使，他开口，语气平静，却比方才对战时多了几分谨慎。来人正是锦衣卫指挥使风烈。风烈看着他，目光没有敌意，却带着一种上位者特有的审视。这里是凤城，他缓缓开口，不是战场。这话听起来像责备，语气却不重。可秦岚听得出来，这不是提醒，是点名。我知道。秦岚回道，此事已与城主府通过气，城主也，城主府是地方。风烈打断了他，声音依旧平稳，锦衣卫管的是天下。这一句话说得极淡，却让不少人背后一凉。风烈看着秦岚，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件很普通的事。你在城中动用这重规模的力量，却没有事先知会锦衣卫，这让我很难做。他说的是难做，不是不许，也没有提拿人，话里话外却都是在怪他，没有把锦衣卫放在眼里。秦岚心中疑惑，却没有立刻表露。他很清楚，风烈不是会多管闲事的人。锦衣卫向来只在关键时刻出手，许多江湖血案，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可这一次，他不仅来了，还站在了思夜与那女子身前，这本身就很不寻常。风指挥使，秦岚语气放缓了些，此事牵涉旧案，并非单纯江湖纠纷。风烈淡淡看着他，旧案自有旧案的规矩，他说，可你现在做的已经是新事了。两人的对话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流汹涌。而就在这时，思夜怀中的人忽然动了一下，不语的眼睫颤了颤，他像是从很深很远的地方被人一点一点拉回来，脑子里还残留着模糊的声音，断裂的画面，火光，奔跑，有人在喊他雨儿。那声音很熟，熟到让他心口发疼。他慢慢睁开眼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光影晃动，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里。他下意识想要起身，却发现整个人被抱着，那种感觉陌生又安心。直到他看清那张近在咫尺的脸，思夜。他愣了一下，思夜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刚醒来的沙哑。思夜低头看他，那一瞬，他紧绷了一路的心终于松了一点。醒了，他说。不语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姿势，他被他横抱在怀里，整个人几乎贴在他胸前。那一瞬间，所有的恍惚都被拉回现实。啊！他下意识地低呼了一声，那声音不大，却在此刻显得格外突兀。交涉中的两人同时停下，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思夜与不语身上。风烈淡淡地看了一眼，他的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秦岚却勾起了唇角，那笑容不深，却意味不明。思夜神情未变，他向来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，更不会因为这重视动摇。不语却完全不同，他的脸瞬间红了，红得极快，从脸颊一路蔓延到耳根。他想要挣扎，却发现自己还有些无力，只能僵在那里，进退不得。放我下来，他小声说。思夜没有立刻动，他低头看了他一眼，确认他没有在发抖，才慢慢将他放下，却仍站在他身前，像是本能地挡住了外界的视线。就在这时，一声破空之响骤然撕裂空气。箭！那一箭来得太快，角度极刁，直直射向不语。不是试探，是必杀。思夜甚至来不及转身，风烈却已经动了。放肆！一声低喝，如雷在街道中炸开。风烈一步踏出，身影像是瞬一般出现在剑矢前方。他没有拔刀，只是抬手，一掌拍出。
那支箭在距离不语不足3尺的地方被生生拍碎，不是偏开，是碎。木屑与铁屑四散飞溅，却没有一片落到不语身上。这一掌快到连丝叶都慢了半拍，全场瞬间死寂。风烈的脸色第一次真正沉了下来。恕子而敢！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压不住的怒意。有人竟敢在他这个锦衣卫指挥使面前杀人，这不是挑衅，是打脸。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，街道另一端，一道瘦削的身影缓缓走出。白眉，白脸，脸色苍白得不像活人，嘴唇却红得异常。那人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华服，步伐轻得几乎没有声音，像是飘出来的。他的眼神落在不语身上，带着一丝冷意，又带着一丝确认。风烈转头看向那人，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危险，而丝叶已经再次将不语护在身后。街道的空气再一次绷紧，真正的风暴此刻才刚刚露出轮廓。3章，阴阳错位，街角的风忽然冷了一分，不是天气变了，而是气场。那名白眉白脸的男子站在那里，明明没有再往前一步，却像是整条街的光线都被他吸走了一角。阳光仍在，可落到他身上时，却仿佛被削薄了一层，只剩下一种病态的白。风烈在看到他的瞬间，心头便是一紧，不是因为那一剑，而是因为这个人本身。冷白这个名字在他心里浮现时，风烈忍不住在心中暗啐了一声：倒霉，真是倒霉到家了。冷白，凤城监察司分司司长，出身于俗称宦宫的那条线，直属监察司，而监察司从来不对皇帝负责，他们只听一个人，太后。锦衣卫与监察司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不是因为友好，而是因为彼此都知道，真要撕破脸，谁都讨不了好，更何况是眼前这一位。冷白站在街角，身形瘦削，被微微佝偻，看起来像一阵风就能吹倒。可真正知道他来历的人，没有一个敢小看。几百年前，一名不起眼的小太监，不知从哪里得了一部名为《断狱神功》的武学宝典。那本功法路数阴柔至极，却偏强悍无比，真气运行诡异非常，既不循常脉，也不走正路。更诡异的是，此功唯有太监能练，旁人即便照本宣科，也只会气血逆乱，走火入魔。也因此，这门武学便在宦宫之中一代代暗中流传了下来。冷白已将断狱神功练到第8层，再进一层，便会与那传说中开创此法的小太监齐名。风烈对这一点心知肚明，也正因如此，他平日里从不主动招惹监察司的人，不是怕，是麻烦。可今日麻烦却自己找上门来了。冷白的目光像是刚从不语身上收回，又慢慢扫过丝叶，最后落在风烈身上。那目光很淡，却让人心底发寒。风烈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不快，却没有立刻开口。他先侧过身，低声对丝叶说了一句话，声音极低，低到只有2人能听见。丝叶愣了一下，他不知道冷白是谁，也不清楚监察司与宦宫的恩怨，可从冷白出现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明白了一件事，这个人比秦岚更麻烦，更危险。而风烈这一句话分量极重，重到让丝叶这个向来只信自己判断的人都没有立刻反驳。他沉默了一瞬，随即点头，没有多问，不是因为完全信任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不是风烈能轻易说出口的话，既然说了，就一定有理由。丝叶转头看向不语，不语还站在他身后，脸上的红霞尚未完全褪去，却已经察觉到气氛的变化。他的眼神在丝叶与风烈之间来回了一瞬，像是在等什么。丝叶没有说话，他只是向前一步，将背对向他。这个动作很自然，却让不语的脸又红了一分。他懂了，他咬了咬唇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轻轻的极小心地靠了上去，双手搭在丝叶肩上。那一瞬，他的心跳乱了一拍，可更多的是安心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
快到旁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风烈这才转过头看向秦岚，他的眼神第一次带上了明显的不善。秦岚一怔，随即明白了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。下一刻，风烈动了，没有招呼，没有试探，出手方向赫然不是思夜，也不是不语，而是正快步行来的冷白。这一掌来得极快，风烈的气势毫不掩饰，那是属于锦衣卫指挥使的气场，一旦全开，便如铁骑临城，正面碾压。冷白显然没料到，他以为风烈至少会先交涉，至少会顾及锦衣卫与监察司之间那层微妙的平衡，可风烈没有，这一掌果决的近乎粗暴。冷白愣了一瞬，就这一瞬，思夜动了，他一把背起不语，脚下一踏，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射出，不是向前，而是向后。他踏上墙壁，借力翻身，直接跃上了背后的屋顶。瓦片碎裂，却追不上他的速度。抓住他，冷白猛然回神，怒意第一次浮现在脸上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思夜的身影在屋脊上连点几下，几乎没有停顿，便消失在高低错落的屋群之中，扬长而去。冷白心中恼怒至极，那不是单纯的失手，那是被人当着面硬生生抢走了目标，而且还是在锦衣卫指挥使的配合之下。他转身欲追，却发现风烈已经站在了他面前。你的对手是我，风烈淡淡开口。冷白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。风烈，他一字一顿地说道，你想清楚了？风烈没有回答，他只是抬手，气势再起。冷白冷哼一声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被算计了，可现在再想追也已经没有意义。好，冷白应声道，那便先算你的账。两股气场轰然对撞。街道另一侧，秦岚站在原地，看着思夜与不语消失的方向，他的目光很复杂，不是单纯的恼怒，也不是不甘，更像是一种算错了的疲惫。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，引凤门的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站住的也已经不剩几个。这一次他不仅没有拿下目标，还折了不少精锐，亏，而且是亏大了。秦岚轻轻叹了口气，那叹息里没有后悔，只有冷静。撤！他下令，没有多余的解释。引凤门的人立刻行动，带走伤者，也带走尸体，很快便从街道另一端退去，像是从未出现过。凤城的街道慢慢空了下来，只剩下风烈与冷白，以及一场真正属于权力与阴影的对决。而另一边，屋脊之上，思夜背着不语，奔行如风。不语伏在他背上，脸贴着他的肩，耳边只剩下风声与心跳声。那心跳很稳。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可他很清楚，只要这个人还背着他，他就不会被丢下。凤城在他们身后逐渐远去，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。第14章，人心如兽。离开凤城之后，思夜没有回头。夜色尚未完全褪去，天光在远方的山线上浮动，像一层上未铺展开的薄纱。他背着不语，脚步不曾停歇，奔行在荒野与碎石之间，方向很明确，七凤山。不是因为那里安全，而是因为那里不属于任何人。凤城的一切像一场尚未散尽的噩梦，在两人身后缓缓沉下去。思夜很清楚，那并不是个例，不是凤城凶险，而是城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再适合他们。城墙之内有秩序，秩序之内有权力，权力之下从来不缺想要你命的人。野兽再凶，也凶不过人心。这个道理他早就懂，不语也懂。他趴在思夜背上没有说话，不是因为累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的任何一句话都只会多余。他能感觉到思夜身体里那股仍未完全散去的紧绷，也能感觉到他刻意压低的呼吸节奏。他在赶路，
再替他们找一条能活下去的路。从此以后，城不再是庇护，山林才是。不语把脸埋得更低了一些，贴在思夜的肩背上。那里因为长时间的奔跑而发热，汗水的气味混着夜风，并不好闻，却让他莫名的安心。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从现在开始，他不再是被藏起来的人了。他与思夜是一条线上的人，相依为命。这个念头刚浮上来，他的脸便不争气的红了。不语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他自小冷静，习惯把情绪压在心底，脸红这重视几乎与他无缘。可这今日他脸红的次数比过去10几年加起来还多，而原因只有一个，背着他奔跑的这个男人。思夜的背很稳，不是那重刻意撑起来的稳，而是走惯夜路，早已把平衡刻进骨子里的稳。不语趴在他背上，甚至能在颠簸中找到一种奇异的节奏感。他的呼吸不知不觉地乱了。不语心头一慌，下意识地收紧了双手。下一瞬，思夜的脚步猛地一读，不是停，是夺。那重极短暂，却极敏锐的迟滞。不语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双手不小心勒紧了他的脖颈，窒息感一瞬即逝，却足以让思夜察觉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重新提气，脚步更快。不语却整个人僵住了，他连忙松开手，心跳得厉害，脸上的热度一路烧到耳根。那一刻，他恨不得把自己整个埋进思夜的背里，再也不抬头。他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思夜没有回应，可他能感觉到他的肩背肌肉稍微放松了一点。夜色渐深，七凤山的轮廓已经在前方浮现，山林像一片深色的海，层层叠叠，吞没了天边最后一丝亮色。就在不语以为思夜会直接冲进森林的时候，他忽然停下了。这一次是彻底停下。思夜放慢脚步，转身将不语稳稳地放了下来。不语脚一落地，还有些发软，下意识地抬头看向思夜。怎么了？他问。思夜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的眉头微微皱起，目光扫过四周，像是在听，又像是在等。风变了，原本顺着山势流动的风，忽然被什么切断，变得断断续续。林间的声音也变了，不再只是夜鸟与虫鸣，而是多了一种低伏的贴地而行的动静。思夜低声开口：“靠我近一点。”不语没有多问，立刻往他身侧靠去。下一瞬，狼嚎声骤然响起，不是一声，是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，高低不同，远近不一，却彼此呼应，像是在确认位置。不语的背脊瞬间一寒，那不是昨夜商队外的试探狼群，这一次是报仇。思夜的眼神沉了下来，他记得昨夜的狼群被他杀散，死伤不少。狼这种东西，记仇也记得血。别怕，他说，声音很低却稳。不语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自己不怕，却还是下意识的又靠近了一点。他能感觉到思夜站在他前方，那个位置刚好能把他完全护住。狼影开始出现，一双，两双，更多。灰黑色的身影在林间晃动，眼睛在夜色中亮起，像一点点冷光。他们没有立刻冲上来，而是慢慢收拢，形成一个包围圈。很耐心，思夜动了，子午双剑无声出鞘。这一次他没有急住杀，他向前踏出一步，把距离拉开，让自己站在狼群与不语之间。剑尖低垂，整个人却像一块沉进地里的石头。第一头狼扑了上来，不是正面，是侧后。思夜甚至没有转身，紫剑一甩，像幽影反刺，准确地灌入狼颈。那头狼在空中发出一声短促的呜咽，还没落地，便已经没了声息。狼群一震，第二、第三头狼几乎同时扑出，思夜这才动身，舞剑抬起，没有劈砍，而是撞。剑脊撞上狼手，力道沉重，直接将那头狼撞飞，砸在树干上，捕猎声清晰可闻。另一头狼从低处咬来，思夜脚步一错，让开半寸，紫剑反手一抹，血线飞溅。不语站在他身后，
看得心口发紧。他第一次这模境地，看司夜与野兽对战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没有任何炫技，每一次出剑都是为了隔开距离，为了替他挡下。司夜在走，一边战一边退，退的方向正是七凤森林。狼群开始变得躁动，他们意识到这个猎物不好对付，可血已经见了，退便是示弱。又一声嚎叫响起，这一次更近。司夜的步伐忽然加快，他低声道：“跟紧我。”不语立刻应了一声。他咬紧牙关，强迫自己不去看太多血，只盯着司夜的背影。那背影在夜里不算高大，却稳得让人心安。狼影再次扑来，这一次司夜不再后退，他向前，舞剑横扫，逼退正面三头狼。紫剑却在瞬间脱手飞出，绕过树干，刺入一头试图偷袭不语的狼眼。那一剑快得不语甚至没看清，他只看到那头狼忽然翻倒，抽搐了2下便不动了。司夜回剑，他的呼吸依旧稳，眼神却比方才更冷。狼群终于开始迟疑，司夜抓住这一瞬，带着不语踏入森林边缘。林木遮蔽了月光，狼的视线被削弱，夜重新成了司夜的场。最后一头狼在林外徘徊了一会儿，低低的吼了一声，终于转身离去。夜重新归于静，不语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早已攥紧了司夜的衣角。他慢慢松开，才发现掌心全是汗。司夜回头看他，没事了，他说。不语抬头看着他，这一次他没有脸红，他只是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这个男人从来没有说过会护他一辈子，可他已经在用行动替他挡下所有奔向他的东西。山林深处夜色如墨，而他知道从今以后这条路他会陪他一起走。第15章借夜一宿。夜更深了，七凤山的林子在这个时辰像一头扶着的巨手，树影交错，枝叶摩擦，风声穿过林间缝隙，带出低低的呜鸣，仿佛随时会有什么东西从黑暗里探出头来。司夜背着不语在林中疾行，不是奔跑，是那种介于奔跑与前行之间的速度，步伐快稳，每一步都踩在最省力也最不容易发出声音的位置。他的呼吸已经完全调整过来，胸腔起伏规律，体力仍在，可心却始终悬着。不是因为追兵，而是因为背上的人。不语伏在他背上，双臂圈着他的肩，动作很轻，轻的像是怕多用一点力气就会拖慢他的速度。他没有出声，也没有再乱动，整个人安静的过分。可司夜知道他在忍。荆棘遍布的林地，白日走都不轻松，更何况夜里。他的鞋底早就被划破，脚踝、小腿不知道被刮了多少下，血不多，可伤口细碎，疼起来最磨人。司夜每一步都能感觉到他身体轻微的颤动，不是冷，是疼，这让他心口一阵发紧。他忍不住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粗心。他向来习惯独行，习惯把身体当成能扛的工具，却忘了背后这个人从来不是为了夜路与厮杀而活的。这样的疾行放在他身上是理所当然，放在他身上却近乎苛刻。再忍一会，司夜低声说，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清醒着，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清，只是下意识地说了这一句。不语没有回答，却轻轻地把脸靠得更紧了一些。那个动作没有撒娇，也没有示弱，只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依靠。司夜的脚步没有慢，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稳。林子里的地势开始变化，坡度变大，岩石裸露，树木也逐渐稀疏。就在司夜心中盘算着是否该暂时停下来避一避夜寒时，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轮廓，是洞口，不算大，却足够遮风。洞口上方垂着藤蔓，岩壁上还有明显的抓痕，看得出来是某种大型野兽常年出入的地方。司夜的脚步终于慢了一下，悬了一路的心松了半分。有洞，至少能过夜。他正要调整方向，绕到洞口侧边查看，背后却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怒吼。不是狼，
那声音更厚更沉，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。雄吼！几乎同一瞬间，一道巨大的黑影带着破空之声从侧后方猛地扑了过来，目标不是思叶，而是他背上的不语。思叶的瞳孔骤然一缩，来不及思考，他整个人像是被一股力量硬生生拉走，脚下一点，身影在原地消失。下一刻，那巨大的熊掌拍在了他原本站立的位置，砰！碎石飞溅，泥土四散。母熊愣了一下，他庞大的身躯站在原地，脑袋左右晃了晃，像是在确认刚刚那两个人究竟是怎么消失的。思叶已经落在树上，他踩在粗壮的枝桠间，动作极轻却稳得吓人。他将步羽小心翼翼地放在树枝的交叉处，确保它不会滑落，手还不放心地按了一下。待着，他说。那声音，第二集。步羽这才完全回过神来，他睁大眼看着下方那头直立起来足有1人高的母熊，心口猛地一跳，却硬生生把惊呼吞了回去。他知道现在不是出声的时候。思叶转身，没有回头看他，他只是低声说了一句抱歉，然后纵身一跃。这一跃没有花巧，像一块从高处坠落的石头，带着全部的重量。他的拳头在半空中握紧，没有真气外放，没有剑，是纯粹的力量。铁拳重重地砸在母熊的头上，砰！那一拳打得母熊整个头颅一歪，庞大的身体踉跄了一下，发出一声痛吼。他显然没料到，这个渺小的人类竟能打出这样的力量。思叶落地，没有停。第二拳，第三拳，像暴雨，拳头落在母熊的头、颈、肩，避开最厚实的背部，专打关节与要害。每一拳都沉得惊人。母熊被打得连连后退，他想反击，巨掌挥出，却总是慢半拍，被思叶擦身避开。思叶的身形在庞大的熊躯旁显得格外渺小，却灵动得像影子。砰砰砰，拳拳到肉。母熊的吼声从愤怒逐渐变成痛苦，驼的动作开始迟钝，腿一软，半跪在地。思叶的呼吸依旧平稳，他的眼神却冷得像夜。这样的对手，他没有犹豫的理由。再不击拳，这头熊就不会再站起来。思叶的拳头再次抬起，就在这时，洞口里传来一阵细碎的声音，不是怒吼，是带着稚嫩的低鸣。几个圆滚滚的小身影从洞里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。小熊，毛孩莫长齐步伐笨拙，却急得很。驼们看见倒在地上的母熊，发出急促的叫声，一股脑地挤到母熊身前，挡在驼面前。思叶的拳头停在半空，那一瞬间，他整个人像被什么拉住了，不是理智，是记忆。很久以前，也有人站在他面前，用身体替什么挡下致命的一击。那时的他无能为力，现在他却站在了这个位置。树上的步羽看到这一幕，心口猛地一紧，他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看着思叶那停住的拳头，眼睛微微发酸。他不敢出声，却在心里狠狠地松了一口气。母熊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他颤抖着艰难地站了起来，把几只小熊牢牢护在自己身后。驼的身体再晃，却没有再退一步。那双本该凶狠的眼睛，此刻只剩下警惕与决然。思叶看着驼，又看了看那几只小熊，最后抬头看向树上的步羽。步羽正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希冀，没有请求，却清楚的不能再清楚。思叶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拳头慢慢放下，他低声叹了一口气，那声叹息很轻，却像是替什么事情做了决定。借你的山洞一用，他对着母熊说，声音不高，也不指望驼听懂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向洞口，没有再回头。母熊站在原地，看着他，又看了看洞口，低低的吼了一声，却没有再扑上来。思叶走进洞中，洞里不深，却干燥，地上铺着厚厚的枯草，
显然是熊的巢穴。他快速扫了一眼，确认没有其他危险，便转身走出洞外。他抬头，下来吧，他对不语说。不语小心翼翼地从树上下来，脚一落地，疼得他倒吸一口气，却硬是没叫出声。思夜立刻上前，伸手扶住他。他的动作很轻，像是怕一不小心就会弄疼他。不语抬头看着他，谢谢你，他小声说。思夜没有回答，他只是扶着他走进洞里。洞口外，母熊带着小熊慢慢退回林中，夜色重新合上，山洞里火光亮起。不语坐在枯草上，看着思夜替他处理脚上的伤，动作笨拙却专注的过分。他忽然觉得这个夜虽然荒凉，却比任何一座城都要安全。他知道这一夜他们能活下来，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成为更凶的那一方。夜深了，山林静默，而他们借来了一夜安身之所。第16章，夜长人静。洞内的火光已经暗了下来，不是熄灭，而是被人刻意压低，只留下能驱寒却不刺眼的一圈暖色。火焰映在岩壁上，光影起伏，让原本粗糙的洞壁多了几分柔和。不语蜷缩在由树叶与干草混杂而成的床上，那是思夜替他铺的，厚薄不算讲究，却极干净，每一层都拍实铺平，连边角都压得很服帖。他躺在上头，身体被草叶拖着，带着山林特有的清香。他睡得不深，眉头时而微微皱起，像是梦里又回到逃亡的夜路。可没过多久，嘴角却又悄悄扬起一点弧度，像是梦见了什么让人安心的画面。他自己并不知道，思夜看见了。他坐在火堆旁，将最后一根枯枝添进火里，动作放得很轻，怕惊醒他。火焰一亮，他的目光便不自觉地移向那个方向。不语睡着时少了平日的冷静与戒备，整个人显得很软，像是终于不用再撑。思夜看了他一会儿，目光便收了回来。他没有多想，至少他告诉自己不该多想。夜还长，他要守。思夜起身，拿起靠在墙边的剑，走向洞口。夜风从外头灌进来，带着林木的气味，清凉而安静。蝉鸣声在这个时辰显得格外清晰，不是一声两声，而是连成一片，起伏有序，像一条无形的河流过整座山。思夜盘坐在洞口内侧，背靠岩壁，闭上眼。这里是最适合守夜的位置，既能第一时间察觉外头的动静，又不会让洞内的人受寒。他的呼吸慢慢放缓，不是入睡，而是养神。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起白日里那种玄奥的感觉，剑在手中，阴阳交融，重与轻不再分裂。那不是靠想出来的，而是靠一次次在生死边缘被逼出来的通。思夜没有刻意去抓，他只是顺着那种感觉，让心慢慢沉下去。夜色于是更静了，晨光是温的，不是城里那种被墙壁反射过的亮，而是从枝叶间洒下来的带着湿润气息的光。阳光落在地上，暖洋洋的，将夜里凝结在枝头的霜一点一点化开。水珠滴落，啪嗒啪嗒，声音很轻却连续。不语在这样的声音里醒来，他睁开眼时先是愣了一下。洞顶的岩壁旁边尚未吸尽的灰烬，空气里残留的柴火味，都在提醒他，这里不是凤城，也不是破庙。他下意识地坐起身，下一瞬心口却猛地一紧。思夜不在，洞口空着，那个昨夜坐在那里守夜的身影消失得干干净净。不语的呼吸乱了一瞬，慌，毫无来由的慌。他甚至说不清自己在慌什么。明明理智告诉他思夜不可能不告而别，可情绪却先一步涌上来，攥得他心口发疼。人一旦开始依靠某些人或某些事，心就会变得脆弱。这个道理他一直懂，却直到此刻才真正体会。他撑着身体站起来，脚上的伤已经好了大半，只是还有些酸。他往洞口走了2步，正要张口，你醒了？那声音从洞外传来。不语猛地一抬头，思夜站在洞口外，逆着晨光，
手里提着几只山鸡与一只野兔。阳光落在他肩上，将他的轮廓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。那一瞬间，他心里那股莫来由的慌，像被人轻轻放下了。不语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，他赶紧低下头，抬手若无其事地抹了一下眼角，像是在整理头发，又像是在擦什么。思夜没有多看，他只是走进洞内，把猎物放到一旁。饿了吧？他问。不语抬头看见那几只山鸡与野兔，肚子比脑子诚实得多。咕，一声极轻却又极清楚的声音在洞里响起。不语整个人一僵，脸瞬间红了。思夜愣了一下，随即嘴角微微扬起，那不是刻意的笑，而是一种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放松。不语看见了，那一瞬，他心里那点刚退下去的热又慢慢涌了上来。他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微微偏过头，轻哼了一声，像是恼羞，又像是撒气。思夜被他这一下看得一怔，他向来不懂这种反应，也莫打算去懂，只是默默地转过身，开始生火处理猎物，动作很熟练。不语坐回草床上，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忽然觉得这样的画面竟让人不想移开视线。就在这时，沙沙声从洞外传来，不是风，是脚步，却刻意放得很轻。不语心头一惊，下意识地抓紧身下的草叶，目光警惕地望向洞口。思夜的动作停了一下，他的眉头微微皱起，这畜生真找死。话音刚落，一道庞大的身影出现在洞口，是那头母熊。驼小心翼翼地低着头，两只前掌合在一起，捧着一堆颜色各异的野果，动作笨拙却极为谨慎，像是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惹怒洞里的人。不语看傻了，思夜也愣住了。母熊将果子放下，熊掌往洞里那块空的指了指，随后抬起头，用一种近乎讨好的眼神看着思夜，那眼神与昨夜护住小熊时的凶狠判若两熊。思夜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转头看了一眼不语，不语也正看着他，眼神里带着惊讶，还有一点忍不住的笑意。思夜无奈地呼出一口气，算了，他对着母熊说，你们可以留在这。他顿了一下，又补了一句，但不能打扰我。母熊眨了眨眼，下一刻驼镜真的转身走出洞外，不一会儿便带着几只小熊一个个钻了进来，缩在洞的另一侧，动作安静的不像野兽。不语忍不住捂住嘴，驼听懂了，他小声说。思夜没有回答，只是坐回火堆旁继续烤山鸡。日子就这样静静地过了下来。几天，不语的伤一天天好转，母熊时不时带着野果或猎物回来，放在洞口便走。思夜有时也会把烤好的肉分一些给驼们。小熊们起初还会躲，后来便胆子大了起来，会在洞口探头探脑。不语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，这样的日子也不错，可平静总是太短。那天傍晚，思夜打猎回来，洞里很安静，不语蜷在草床上，似乎睡着了。思夜把猎物放下，走近，正要叫他，不语没有回应。他皱了皱眉，伸手碰了碰他的额头，滚烫。思夜的心猛地一沉，发烧了。他立刻坐下，探他的脉，脉象乱，不是单纯的风寒。他的目光立刻移到他的脚踝，顾不得其他，思夜伸手快速解开他的外衣与护布，脚踝内侧两个细小的牙印已经微微发黑。银蛇，思夜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银蛇又称银蛇，毒性不烈，却极阴。中毒之人先是发烧，随后心火上涌，若不能发泄，最终会气血暴走，爆体而亡。思夜只踌躇了一瞬，下一刻便已经下定决心。他左手按在他的伤口上，右手稳住他的身体，内力缓缓涌出，强行将毒逼出。毒顺着经脉被他吸入体内，一刻钟，漫长的像一夜。不语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，额头的热也退了。思夜收回手，他的左手
浮现出一道暗黑色的蛇影，沿着手臂盘绕，隐隐作痛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我应该压制得住。思叶站起身，准备去洞口守夜，可脚刚踏出一步，身体却晃了一下。他苦笑了一声，扶着岩壁，慢慢走向洞口。夜忽然变得很长，洞外没有熊，只有风与远处不知名的低鸣。思叶坐下，靠着洞口，闭上眼。而洞内，不语在昏睡中眉头轻轻皱起，像是在找什么，又像是在梦里轻声唤着一个名字。第17章，夜火未歇。不语醒来时，脑中仍是一片混沌，像是有人在他脑海里撒了一层薄雾。明明一时已经回来，却怎么也抓不住完整的思绪。他下意识地甩了甩头，长发随着动作轻轻晃动，像是想把那股残留的昏沉甩开。然后他看见了洞口的身影，思叶。他依旧坐在那里，背对洞内，身形挺直，像一根钉在夜里的桩。晨光从洞口外斜斜洒入，在他肩背轮廓上描出一道柔和的光线。那一瞬间，不语的心安了，像是只要看到那道背影，所有不安都能被按回去。可下一瞬，他的心口忽然一紧，不对，这个时辰，思叶不该还坐在那里。以往这个时间，他早就出门了，打猎，查看四周，确认路线，哪怕是在最疲惫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让清晨白白过去。不语的呼吸乱了一拍，他没有多想，撑着身体坐起来，脚一落地，却软了一下。中毒后的后遗症还没完全散去，四肢像是不听使唤。他咬牙站稳，踉踉跄跄地往洞口走去。思叶，他刚开口，便看见了。那一瞬间，他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。思叶回头看向他，他的脸色很白，不是疲惫的白，而是一种失去血色的苍白。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额角滑落，沿着下颚滴下，在晨光里闪了一下，便落在地上。而最让他心口发冷的是他的左手，那只原本握剑挥拳替他挡下所有危险的手，此刻已经漆黑如墨。不是一点，而是整个手掌连同手腕的一部分都像是被浓墨浸过，黑得诡异。不语倒吸一口气，脚下一软，差点跌倒。思叶看见他，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微微坐直了些。醒了，他说，语气很平稳，平稳的过分。今天休息一天，他又补了一句，像是在交代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。说话间，他的左手刻意往袖子里缩了缩，那个动作很小，却像一把刀，狠狠扎进不语心里。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眼泪却毫无预警地滑了下来，不是一滴，而是一下子溃堤般的涌出来。你，他的声音颤得厉害，你怎么了？如此阴伟，如此冷静，如此总是站在前面的男人，此刻却变成这副模样。他不敢相信，也不愿相信。思叶沉默了一下，终究还是开口，简单的把昨夜的事情说了一遍。银蛇的事他讲了，为他吸毒的事他也讲了，只是那条蛇真正的特性他隐去了。他说得很平淡，像是在说一件已经过去的小事，可每一个字都像是在不语心上划开一道口子。等他说完，他的脸已经被泪水覆满，不是哭的失态，而是怎么都止不住。他伸手擦了擦脸，却发现越擦越多，索性放弃，任由眼泪流淌。思叶看得心里一阵慌，是真的慌。别哭，他有些笨拙地说，莫那么严重。他甚至在心里暗暗后悔，早知道他会这样，他就不该说。不语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抬手用力抹前脸上的泪水，动作很重，像是在逼自己冷静下来。然后他抬头看向思叶，眼神变了，不再只是慌乱，而是某种近乎决绝的坚毅。如何解读？他问。思叶一愣，他看着他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那一瞬，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极淡的慌乱，很快却被不语捕捉到了。无药可救，他终于说，只能自己扛过去，语气依旧平稳。
可那一丝不该出现的迟疑，已经出卖了他。不语怔住了，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段尘封的记忆。很久以前，有人曾在昏暗的房间里低声对他说过一句话，他当时不懂，只觉得那话带着羞意，带着不该问、不该想的意味。可现在，他懂了，脸颊瞬间烧了起来，红得不像话。你还能走吗？他低声问。思叶点了点头，还行。不语没有再问。他走上前，小心翼翼地扶住思叶，他的身体比他想象中更热，热得不正常。他的心又是一紧。他扶着他，一步一步走回洞内。洞里的光线比洞口暗了许多，也安静了许多。思叶被扶到草床边坐下，他刚想开口说什么，却发现不语的动作停了。他站在他面前，低着头，双手微微发抖。然后他开始解自己的衣带。思叶的脑子空了一瞬。你……他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，因为下一刻他已经抬头，脸颊红得像要滴血，眼神却清亮得惊人。你救了我，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却没有退路。然后他俯身吻住了她的唇，那个吻很轻，却很实。思叶整个人僵住了，唇很软，贴上来的瞬间却带着他此刻最难以承受的热度。他的理智几乎是在那一刻被拉扯到极限。他想推开他，可手却提不起力气。不语的动作没有急切，也没有慌乱，像是已经在心里想了很久，只是在这一刻终于下定决心。衣物一件一件落在草床旁，晨光从洞口洒进来，却被洞内的阴影柔化，只剩下一层温暖的亮。思叶闭上了眼，在睁开时，眼神里已经没有退路。他伸出没有中毒的右手，轻轻的却坚定的将它拉近。火于是烧了起来，不是爆裂的，而是慢慢的从心口蔓延开来。洞外的世界像是被隔绝了，他们忘了时间，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，只知道此刻彼此就在眼前，而这已经足够。就在这时，七凤山的另一侧，树影之间，一队人马正悄然前行，脚步很轻，盔甲被布条包裹，兵器也收在鞘中，只留下最必要的动静。他们的方向正是那处山洞，而洞内的人浑然不知。白日的阳光依旧温暖，可山林深处的风已经开始慢慢转冷。第18章，阴阳初合。正午的阳光落在七凤山的林梢之上，光线被层层枝叶切碎，洒入山洞时，只剩下温润的一层，既不刺眼，也不冷淡，像是恰好为洞内这一段时光铺上的遮掩。洞里很安静，没有说话，只有呼吸，不急不乱，却仍残留着尚未完全散去的热度。解毒持续了很久，从晨光初盛一直到过了午时，洞外的蝉鸣换了节奏，洞内的一切才慢慢归于平静。不语伏在草床上，胸口微微起伏，他没有立刻起身，不是因为疲累，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陌生感，像是刚从一场很深很长的梦里醒来，身体是自己的，却又好像哪里不一样了。他下意识地动了动手指，力道比以往更清晰，不是肌肉变强的那种感觉，而是整个人好像被从内而外擦拭了一遍，连呼吸都变得顺畅，神清气爽，甚至过于清醒。不语怔了一下，他轻轻吸了口气，忽然察觉到一件让他心跳加快的事，他的腹部深处似乎多了一个点，不是疼，也不是热，而是一种极其稳定的存在感，像是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地方忽然被打开了。他皱起眉，又试着凝神去感受，那个点并不躁动，却在他每一次呼吸时隐隐回应，仿佛他吸进去的不是空气，而是某种更细微更温和的力量。不语的心忽然跳得很快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他从小就没习过舞，甚至连最粗浅的吐纳都没学过，可他并不笨，本能告诉他这不是错觉，他
似乎能习武了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他的脸便猛地红了，不是因为这个变化本身，而是因为他几乎在同一时间想起了原因。方才的一切在他脑海里回放，并不混乱，也不模糊。他清楚地记得那种在交合之中自然而然流转的气息，没有谁引导，没有谁刻意，就像两条原本各自流淌的水，忽然在某个低处汇合，彼此不分你我。那时他甚至没有想，只是顺着本能呼吸、承受、回应。而现在这个后果正静静地躺在他身体里。不语抬手按住自己的脸，烫！他心里一阵慌乱，又一阵羞恼。我怎么会这样想？他小声地在心里责怪自己，明明是为了解毒，明明是为了活命，可那份几乎要让人沉溺的亲近感却在他心底留下了痕迹，挥之不去。他不敢再多想，下意识地转头看向身旁，思叶坐在不远处，他背对着他，盘膝而坐，身形挺直，却不像平时那样紧绷。他的呼吸很慢，慢得像是与洞外的风同一个节奏。不语很快就察觉到他的状态不对，不是虚弱，而是专注。那是一种他从未在他身上现过的状态，庞父整个人都沉进了某个他看不见的层次。思叶此刻确实什么都没注意到，他的意识早已不在洞内，而是在体内。凤城一战之后，那道始终横在他面前的关卡就已经松动，只是他始终抓不到真正的门。他知道那扇门就在那里，却不知道该怎么推开。直到方才，阴阳交融，不是刻意的修行，却比任何一次刻意都来得自然。那一刻，他体内的子午阴阳诀自行运转，子属暗，属阴；午属光，属阳。以往，他始终是在自己体内强行让这两股力量维持平衡。可那一刻，他忽然明白了，阴阳从来不是只存在于一个人身上，男女本就是天地之间最直观的阴阳。有了这层明悟，原本迟滞的运行路径忽然顺畅了。第五重的壁障在那一瞬像是被人轻轻点了一下，没有剧烈的震荡，没有强行突破的撕裂感，只是通了。内息如水，原本绕不过去的地方，此刻竟自然而然地流过，带起一股温润而厚实的力量。第六重，思叶的心前所未有的清明。他并不知道，在那股流转之中，有一部分力量并不属于他，那是从不语体内自然而然返还回来的。那是一种极为古老、极为纯粹的运行方式。双修，不是刻意汲取，而是在阴阳平衡之中彼此补全。不语身上的功法从未真正苏醒过，可他一直在，只是等待一个契机。而思叶正好成了那个引子。思叶只觉得自己走对了，他甚至没有去想为石磨。修行到他这个程度，有些事不需要问，只需要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缓缓吐出一口气，那口气沉而稳，体内的运行终于完全定下。第六重成了。思叶睁开眼，第一眼看见的便是不语。他坐在草床上，抱着膝盖，眼神有些飘，脸颊却红得不像话。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撞上，一瞬间谁都没有说话。洞里的安静忽然变得有些尴尬，身份的变化来得太快，快到两人都还没来得及调整。思叶先移开了视线，他站起身，语气恢复了平日的平稳，却比往常低了一点。我会负责，只有4个字，不解释，不修饰。不语的眼眶瞬间泛红，那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他从小到大从未真正体会过的东西。被选择，被留下，被保护。他再也忍不住，起身抱住了思叶，动作不大，却用力。思叶一愣，随即抬手回抱了他，没有紧，却很稳。就在这时，一声低沉而痛苦的雄吼从洞外传来，两人同时一震。下一刻，
洞口的光影被一个庞大的身影挡住，母熊踉跄地冲了进来，驼的一条后腿上插着一支箭，箭头发黑，是淬了毒的。小熊跟在后头，发出急促的低鸣，围着母熊转圈。思夜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不语也回过神。洞外隐约传来人声，脚步、低语、金属摩擦的声音被刻意压低，却逃不过修行者的耳朵。山民、猎户，或是别的什么人。思夜站到洞口前，他的舞剑尚未出鞘，可那股山势般的气场已经在洞内成型。这一刻，他很清楚，舞剑的路真正开始了，不是只为燕，而是为了守住这个洞里的一切。第19章，山不容辱。洞外的脚步声终于不再刻意压低，枝叶被踩断，石子滚落，低声的交谈与兴奋的呼喊混在一起，像一股并不熟练却自以为占据上风的气势，正向山洞逼近。思夜站在洞口，他的身影不算高大，却刚好挡住了整个洞口的光。午时的阳落在他背后，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温度，反而让他的轮廓显得更加冷硬。山民们一眼看见他，先是一愣，显然他们没有料到洞口会站着一个人。下一瞬，议论炸开，是他，昨天夜里那个人，熊就在里面，准没错，把熊交出来，快点，别让驼们跑了。七嘴八舌的声音交叠在一起，年轻、躁动，带着一种尚未被现实真正痛击过的狂妄。这群人多半都是年轻人，有些甚至脸上还留着未退的稚气，说话时却一个比一个狠。思夜没有回应，他只是侧过身，回头看了一眼洞内。母熊伏在洞壁旁，胸腔起伏已经很弱，腿上的剑仍插着，黑色的毒痕正沿着伤口向外蔓延。几只小熊紧紧贴在驼身侧，低低的呜咽，像是本能的知道这一次不一样。思夜的眼神沉了下来。昨夜他对这头熊出手毫不留情，那是因为驼一开始是真的想要二人的命，可后来的几天，驼带着果子，带着猎物，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护着幼崽，用驼能理解的方式交换一个共存。那不是野兽的凶，而是手。更何况思夜很清楚，在山民的传统里，熊向来被视为山的守护者。猎可以猎，却不该赶尽杀绝，更不该用毒箭这种手段。这一箭不只是要杀熊，也是在羞辱这座山。怒意在他心底翻涌，却被他生生压了下去。思夜一向低调，低调到很多人会误以为他没有脾气。他转回身看向洞外的山民，声音冷得像是姐要放下。他顿了一下，然后滚。话音落下，洞外静了一瞬，下一刻笑声爆开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整片。有人捧腹，有人拍腿，有人指着思夜，笑得前仰后合。他说什么？解药？哈哈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人敢跟我们这么说话？在众人笑声之中，一名年轻男子走了出来。他比其他人站得更直，背脊宽阔，肌肉线条明显，皮肤呈现出常年在山中活动的古铜色。年纪不大，却已经有了几分领头的气势。龙山，这群人的中心。他歪着头打量思夜，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。把狗熊一家交出来，他说，语气像是在命令。否则……话莫说完，他发出一声不屑的啧，右手在脖颈前一画，动作随意，却带着赤裸裸的威胁。思夜的眼神更冷了。就在这时，思夜，一个带着极意的声音从洞内传来。不语跑了出来，他的脚步还有些不稳，却顾不得疼，直直冲到思夜身侧，脸色发白。大熊快不行了，他低声说。他的出现像是往人群里投下了一块石头。刚刚还满是笑声的山民忽然安静了一瞬，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他身上。出惊云雨的不语已经不再是那个只靠冷静支撑自己的女子，她的气色变了，肌肤在山中日光下显得柔亮，眉眼间多了一层说不出的温润，原本收敛的气质
如今像是被什么唤醒，既不张扬，却让人无法忽视。那不是刻意的媚，而是一种内在被打开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生命感。对于这群刚刚懂得男女之事的年轻山民而言，太过刺眼。有人下意识地咽了口水，有人眼神躲闪，又忍不住偷看，而龙山则是毫不掩饰，他的目光像是粘在不语身上，从脸到颈再到身形轮廓，一寸都不愿放过。他龙山笑了，那笑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贪婪。他给我，他抬手指向不语，我饶过你们。这一刻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据为己有。思叶站在那里，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，可空气却忽然变得极重。不语只觉得身侧的男人像是瞬间变成了一座压住天地的山，那股冷意不是冲他而来，却让他下意识地往他身边靠了靠。思叶动了，没有拔剑，没有杀意外放，只是一步踏出。下一瞬，第一个还在笑的山民膝盖一软，直接跪了下去，不是因为疼，而是因为腿被打断了。第二个，第三个，骨裂声接连响起，却被压得极低，像是被什么力量强行镇住，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。思叶的动作很快，却不致命，拳、肘、膝、脚，每一次落下都精准的可怕，不是要命的位置，却是让人失去行动力甚至终身残废的地方。这不是杀，是废。不到片刻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一群人全倒在地上，哀嚎声这才迟迟响起，只剩下一个人还站着。龙山。思叶停下动作，看了他一眼，轻轻咦了一声，像是真的有些诧异。思叶不知道的是，龙山此刻心中同样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作为隐龙族内的天才，他早已将祖传的山岳断体诀修至第5重，皮肉如岩，筋骨如钢，正是凭着这一身本事，他才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。方才那一下他确实挨了，却硬生生扛了下来。龙山喘着气，脸色难看，却仍撑着站直，眼中怒火与不甘交织。思叶向前一步，正要再次出手。住手！一声低喝从森林深处传来，声音沉稳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。思叶只顿了一瞬，没有回头。下一刻他已经动了。砰！龙山只来得及睁大眼，整个人便被一拳轰飞，重重砸在岩石上，鲜血从口鼻涌出，身体抽搐了几下，便不再动弹。哭喊声这才真正爆发，在森林间回荡。几乎同时，一道身影如疾风般掠入场中，那是一名中年山民，身形高大，鬓角已白，眼神却锐利如鹰。他的步伐很快，却不乱，每一步都踩得极准，显然是久经山林与厮杀之人。他看到满地倒下的年轻人，脸色骤变，怒意如实质般涌出。思叶却已经蹲下身，翻找龙山的口袋。很快，他取出了一个玉瓶，拔开塞子，闻了闻，确定无误。他起身将玉瓶递给不语，给大雄。他说。不语接过，重重点头，转身便跑回洞内。思叶这才转过身，与那名中年山民正面对峙，两人的气势在空气中碰撞。一边是历经山林岁月，肩负族群威望的老者，一边是刚刚踏入山市却已锋芒出城的思叶。风忽然静了，山像是在听，而这场对峙才刚刚开始。第20章，山势对峙。山风在林间流动，却像被什么按住了喉咙，带不起半点声音。七凤山忽然变得很重，原本清晰的虫鸣与鸟叫一点点消失，只剩地上断续的身影。年轻山民横七竖八倒着，血腥气混着泥土潮味，闷得人胸口发紧。思叶站在洞口前，他背脊笔直，双臂自然垂着，既不摆架势，也不刻意压人。可正因为太平静，反而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刀，不出鞘时更让人不敢靠近。他对面站着一名中年山民，龙松，隐龙族的守山者，老一辈修行者，
山岳断体诀的传承人之一，鬓角已染霜白，眼神却锐利的像能盯住人，站在那里就像一座沉默的山，稳、厚、沉，让人下意识想绕开。龙松先看了一眼倒地的龙山，那一眼极短，怒意与心疼像潮水翻起，却被他硬生生压回胸腔。他抬头看向思叶，目光不再审视，而是正视。你不是普通的江湖人，龙松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而稳。你下手很重，却不取命。你知道分寸，也知道自己能做到哪里。思叶没有回话，他只是看着对方，目光平静。沉默不是退让，而是他一贯的方式，能不说就不说。龙松眉头微皱，在影龙族的地界，被一个外人逼到这一步，他若就此收手，不只是他脸上挂不住，整个族群的威信也会被踩到泥里。龙山年轻，行事失了分寸，龙松语气放缓，却没有示弱。我会管教。他话锋一转，声音沉下去。但你也伤了我族的人，这一笔总得有人来过一过。林间的气氛瞬间改变，没有杀意，只有一种收敛到极致的试探，像拉满的弓弦，还莫放箭，已经让人心惊。思叶抬起头，你要动手，4个字，干净的像刀刃。龙松不答，他向前踏出一步，只是一步，脚下的土地便微微下陷，细碎石子被震得跳起又落下。那不是故意发力，而是山岳断体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，身体自然带出的重。以身为山，以骨为岳，修到深处，皮肉筋骨层层叠加，如同岩层堆砌，外力落在其上会被反震回去，打山的人往往先被山震伤。龙松抬起双拳，没有繁复起手势，只是站得更稳。然而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更重了。思叶也向前踏出半步，子午阴阳诀在他体内自然运转，阴阳两股力量交错流转，彼此制衡，使他的身体落在一个最稳定的点上。他没有刻意提气，却已完全进入应战。龙松眼中闪过一抹讶异，他看得出来，思叶的功法不靠蛮劲硬压，而是讲究平衡，能接也能化。好，龙松低声道，那就是是。话音未落，他已踏不出拳，这一步踏出，地面像被重物压了一下。龙松的身形看似不快，甚至有些缓，可那一拳推出时，却让人产生一种避无可避的错觉。庞福不是拳在前进，而是整座山在向前移动。思叶瞳孔微缩，他没有退，他清楚，若退，这股山势便会一路压下来，直到把气势完全碾碎。思叶踏前半步，不是迎山，而是贴山。他的拳没有死磕对方拳锋，而是在接触前的一瞬微微一偏，拳锋擦着对方拳侧掠过。砰！沉闷的撞击在两人之间炸开。思叶只觉得手臂像撞上厚重石壁，杨静强行接住正面冲击，阴劲随即流转，把反震引向肩背，再顺着脊椎散开。即便如此，他脚下仍旧一沉，在泥地上踩出清晰的脚印。龙松心中一震，这一拳他莫留力，对方不但接住，还化去了大半。好手段！龙松低喝，第二拳已然跟上，更沉，不再直来直往，而是拳势位置，压力先到，空气像被挤开，呼吸都变得困难。思叶不应挡，他侧身一步，肩膀与拳锋擦身而过，同时手肘向前一顶，撞在龙松胸侧。咚！那一肘结实的像打在骨上，可落在龙松身上却像撞到后沿，只让他上身微晃。龙松低哼，脚步却不退。山不是这么推的。他反手一扫，手臂像横推而来的石梁，直接封死思叶的退路。思叶眼神一沉，他放弃闪避，双臂交叉，硬生生挡下。砰！气血一震，喉间涌起一丝心甜，被他强压回去。可他仍站住了。龙松脸色第一次变，不是怒，而是惊。他很清楚，这一扫足以震退寻常断踢者，可思叶只是承受，然后站住。两人距离瞬间拉近，拳、肘、肩、背几乎同时碰撞，
没有花巧，每一次出手都直指最有效的部位，拳拳落下，声音沉闷厚实，像两块岩石不断相撞。司业的子午阴阳诀高速运转，阳劲在外承受冲击，阴劲在内化解反震。他不急着一击制胜，只在一次次对撞中摸清对方节奏。而龙松越打越沉，他的力道像在叠加，第一拳是一块石，第二拳是一块岩，第三拳便像一整片山壁压下来。司业呼吸渐粗，不是因为力竭，而是这种对抗本身就在磨心神。他渐渐感觉到龙松的力量并不均匀，有些瞬间厚实的像无缝岩层，而在某些转换之间会有极短暂的迟滞，那不是破绽，而是山势移动时必然产生的缝隙。司业眼神一亮，下一次交手他不再正面承受。在龙松心力将起，就力未散的一瞬，司业骤然贴近，一拳落在肋下，不重却准。龙松闷哼，终于后退半步，仅仅半步，却足以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一震，林间一片死寂。龙松稳住身形，没有立刻再上，他低头看了一眼被击中的位置，又抬头看司业，那目光里试探已散，只剩确认。两人再度对峙，拳头仍举着，谁也没有先退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苍老却清晰的声音从山林深处传来，声音不大，却像顺着山势滚落，层层传递。够了！两个字出口的瞬间，林间的风骤然一滞，司业与龙松几乎同时变色，不是因为杀气，而是那声音里的重量像整座山在开口。下一刻，一道身影自林间缓步走出，来人并不高大，甚至略显佝偻，灰白长发束在脑后，身上只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，看起来就像普通老山民。可他每走一步，脚下的土地便自然而然沉实一分。庞福山在随他而行。龙松看清来人，脸色彻底变了，他猛地收拳，单膝跪地。族老，这两字一出口，倒地的山民们不论伤势轻重，都挣扎着扶下去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引龙族老，代表这座山意志的人。族老的目光在满地狼藉上扫过，没有怒，也没有责，只有平静。那种平静让人连辩解的念头都生不出来。随后他看向司业，那一眼很深，像在看人，也像在量一个山外之人值不值得被这座山记住。司业没有退，也没有跪，他只是微微垂手，表示尊重。族老看了他片刻，忽然轻轻一笑，能在山前站住的年轻人不多了。话很轻，却像一锤定音。龙松低下头，喉结动了动，终究没有再说话。他明白，这一战已不是他能决定要不要继续的事。山已经开口了。族老没有立刻转身，他的目光越过司业，落向洞内。那里光线昏暗，却仍能看见一抹纤细的身影静静站在洞口阴影之中。不语，他没有出声，只是站着。可就在族老目光落下的瞬间，他忽然觉得胸口一紧，像是被什么看透，又像是被整座山轻轻触碰。族老的眼神在他身上停留了极短的一瞬，短到旁人几乎无法察觉。可那一瞬却让龙松心头猛地一跳，因为他在族老那双看遍山中岁月的眼里看见了一丝讶异。族老缓缓收回视线，嘴角的笑意淡了几分。原来如此。声音很轻，却像一颗石子落进深潭。没有人知道他看见了什么，只知道这座山从这一刻起已经记住了洞里的那个女子。